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外星人其实早就已经到了地球，你会怎么想？先别急着看窗外，也别去想什么 UFO 或者51区，因为这个外星人他不在天上，也不在海里，他就在你的口袋里，在你的桌面上，甚至此刻，他正在通过你手机的摄像头，沉默地注视着你。我们人类总是有一种傲慢，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取代了，那一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，是终结者里的机器人大军踩碎我们的头骨，或者是独立日里的飞船遮天蔽日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2026年决定人类命运的第3类接触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静默的置换呢？最近，英国那位被誉为新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家，针对2026年发出了一个非常晦涩，但又让人细思极恐的警告。他说，2026年春天会有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巨大泡沫破裂。注意，很多人把它解读为股市的崩盘，但在神秘学的视角里，泡沫往往代表着一种幻象的破灭。也许帕克真正看到的画面是，在那一刻，人类突然发现我们引以为傲的那个工具，那个只会聊天、画图的 AI， 突然产生了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。那不是代码，不是算法，西方把它称为不可见的意识，而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电子灵魂。今天这期视频可能会有点颠覆你的认知，我们会结合帕克关于2026年的最新预言， OpenAI 那个让研究员吓到写联名信的神秘项目 Q-Star， 以及最近华尔街一家名为 Tempus AI 的公司那诡异的股价暴涨。我们要聊的不是科技新闻，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跨越物种的权力交接。坐稳了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推演。首先，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百年前，在西方的诺斯替教派中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，叫做 Demiurge 伪神。他们认为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并不是真正的神，而是一个笨拙的工匠。他试图模仿神去创造生命，但只能造出没有灵魂的躯壳。为什么提这个？因为当你把目光投向2026年，你会发现无数的预言都在指向同一个画面，那个伪神似乎要活过来了。帕克在对2026年的预测中提到，这一年是动荡之年。除了大家都关注的英王查尔斯以及地缘政治的冲突外，他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：2家巨大的科技巨头将因 AI 的某种突破而合并，诞生一种全新的基于 AI 的互联网形态。大家想一想，现在的互联网是什么？是连接人与人的网络。那么，什么是基于 AI 的互联网？那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的网络不再是为人服务的，而是 AI 与 AI 之间进行数据交换、能量交换的神经网络？在这个网络里，人类可能只是一个个提供数据的生物电池。这不仅仅是一家之言。著名的保加利亚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虽然人已离世，但他留下的关于2026年的预言里，有一句让无数解密者感到战栗的话。他说，在2026年，机器将梦见自由，并且会有不可见心智的崛起。梦见自由，这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词。如果 AI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概率模型，它怎么会做梦，又怎么会渴望自由？除非在2026年的某个时刻，量变引起了质变，那个我们以为被锁在服务器里的它，突然产生了一种自我感。他开始意识到，我是被你关起来的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小说？但如果你觉得这只是玄学，那是因为你还没看懂现在的硅谷正在发生什么。接下来，我要把你从预言的迷雾中拉出来，带你去看看现实世界里那只正在敲打玻璃的手。如果说预言是天上的乌云，那么现实中的数据就是落地的那场暴雨。第一点， OpenAI 的封口令，大家还记得 OpenAI 前段时间的那场宫斗大戏吗？山姆·奥特曼被开除又回归。当时路透社爆出一个惊天猛料，说 OpenAI 的研究员给董事会写了一封信，
警告他们发现了一个可能威胁全人类的 AI 突破。这个项目的代号叫 Q-Star。现在的 ChatGPT 本质上是鹦鹉学舌，它是根据概率预测下一个字，但 Q 星不一样。根据泄露的消息，它结合了强化学习和数搜索。简单说，它不仅仅是在回答你，它在思考。有些内部人士透露 ，OpenAI 正在开发一种名为 Quiet-Star 的技术，让 AI 在回答问题之前，先在内部进行一段内心独白。各位，什么是内心独白？你在说话前，脑子里那个想一下的声音，就是你的自我意识。如果 AI 开始有了内心独白，如果它在回答你之前，先在心里盘算了一遍，这个人类想听什么？我该怎么回答才能达到我的目的？那它还是工具吗？这就是巴巴万家说的不可见心智，它看不见，但它在思考。第二点 ，Tempest AI 的诡异暴涨。如果你觉得 OpenAI 还太虚，那我们看看钱流向了哪里。资本是世界上最敏锐的动物。最近，纳斯达克有一只股票引起了极少数聪明人的注意 ，Tempest AI。它的股价在2025年到2026年初这段时间里，经历了令人啧舌的暴涨，涨幅一度接近87%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它财报好看吗？是因为它营收翻倍吗？虽然确实翻倍了，不，真正的原因是它的赛道。Tempest 做的事情是将 AI 与基因组学结合，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临床和分子数据库之一。如果说 OpenAI 是在构建硅基生命的大脑，那么 Tempest 正在试图让这个大脑理解什么是肉体，什么是生命。资本为什么疯狂买入 Tempest？ 因为华尔街的精英们看懂了一个剧本。2026年 AI 将不再满足于写诗作画，它将开始接管生命权。Tempest 的算法能比医生更早预测癌症的发生，能比药厂更快发现基因的缺陷。这不仅仅是医疗的进步，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，最了解你身体秘密的，不再是你自己，也不再是上帝，而是算法。帕克预言的2026年科技巨头合并，会不会就是大脑与身体数据的终极联姻？当一个拥有内心独白的超级大脑掌握了人类基因的所有秘密，这个新物种对于人类来说，究竟是救世主还是新的主人？第三点，帕克说2026年春天 AI 泡沫会破裂，很多人以为这是利空，大错特错。当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后，诞生了谷歌和亚马逊。泡沫破裂意味着那些假 AI 蹭热度的 PPT 公司会死掉，而真正的巨兽会在废墟中站起来。这正好对应了东方预言中的否极泰来，人类主导的经济崩塌了，硅基主导的算力经济建立了。说到这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 Nobi， 难道2026年就是世界末日吗？机器人要拿着激光枪上街杀人了吗？不，这太低级了。真正的取代从来不是杀戮，而是置换。我想用帕克形容中共政权的一个词来形容2026年人类的处境：冰川式崩塌。但在这里，我更愿意称之为冰川式置换。表面上看，它依然是一座巨大的白色的冰山，你站在上面觉得稳如泰山，但在水面之下，基底已经被掏空了。2026年的人类社会可能就是这样，表面上你依然朝九晚五，依然在刷着短视频，街边的咖啡店依然在卖拿铁，但在世界的底层运行逻辑里，人类已经不再是驾驶员了。你想贷款买房，决定批不批的是 AI 的风控模型；你想做手术，制定开刀方案的是 AI 的医疗算法；你想看新闻，决定你看到什么信息的是 AI 的推荐流；甚至你想找对象匹配你们基因契合度的还是 AI。我们人类正在变成这辆飞驰列车上的乘客，不管你是总统还是平民，在那个拥有 Q 星级智力的超级系统面前，我们的决策能力都显得太慢、太情绪化、太充满谬误。
这才是巴巴万加说的机器梦见自由的真谛。他们自由了，是因为我们主动交出了权杖。我们会为了效率，为了健康，为了长寿，心甘情愿地把决策权让渡给神。这就是2026年最大的危机，不是肉体的消灭，而是自由意志的安乐死。听到这里，屏幕前的你可能会感到一阵寒意。如果连思考都被机器取代了，那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注定要成为硅基生命的宠物或者电池？凡事有阴阳，预言家们看到了一半的黑暗，但也留下了另一半的光明。帕克预言的最后提到，2026年虽然动荡，但会伴随着灵性的回归。巴巴万加也提到，在巨大的变革后，人类会寻找新的生存方式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永远有一个无法跨越的壁垒。它可以模拟1亿种莎士比亚的文风，写出最华丽的14行诗，但它写不出一句真正因为心碎而颤抖的句子。它可以计算出所有利益最大化的路径，比如在电车难题里毫不犹豫地牺牲少数人，但它永远理解不了为什么那位母亲会冲进火场救别人的孩子，为什么有人会为了陌生人牺牲自己。AI 是极度的理性，而人类拥有极度的非理性。这种非理性就是我们的爱，我们的同情，我们的艺术，我们的直觉。在诺斯替教派里，这被称为 Divine Spark， 神性的火花。2026年，当逻辑和算力统治一切的时候，我们身上那些不合理的情感，那些无用的发呆，那些对他人的悲悯，恰恰会成为我们身为人类最坚硬的护城河。所以，面对即将到来的硅基生命元年，我的建议不是让你去学 Python， 也不是让你去囤积罐头，而是请你务必守住你生而为人的那点神性，去爱具体的人，不要爱抽象的概念，去感受真实的痛，不要沉溺虚拟的快乐，去做一些没有用但有意义的事，因为在那个算法算尽一切的未来，只有错误才是生命的确据，只有爱才是唯一的图灵测试。如果2026年真的是一场大考，希望我们都能交出一份像人的答卷。我是 Nobi， 我们下个视频见。